好，所以其实上一次我们讲的一开始这些都是很这个基本的 introduction 嘛，就是介绍啦，那个东西就是像上说的不需要死背，但大家应该去好好的想一想，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在使用这些作业系统的时候真的有如此的体会，那所以你要先知道作业系统是什么嘛，我们才去看里面到底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只是使用，所以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可能更重要，怎么实现这些 detail， 那未来你们如果走到比较系统领域啊，或者比较深的时候，当然才会更需要知道，变得更重要，好，那我们就回到上次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提到，电脑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对不对？那就有提到以这个 I/O。从这个硬碟，我们说把资料读出来啊，或写出去，当做例子来看，作业系统或者说电脑运作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所以上面提到，其实，在 I/O 的过程，你仔细去进一步去看这个更清楚的话，会发现，其实 device 跟 memory 中间，其实会有一个 device 的 controller 在那边，因为它们的速度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其实会有一个 device 的 controller 就像我们系统会有一个 hierarchy 一样所以其实 device 是跟 device 的 controller 先做沟通，那这些 controller 上呢，它就有 register 所以可以让你的 CPU 可以下一些 instruction 到这些 controller， 然后叫 controller 去执行做事情，做资料的搬移所以资料搬移呢就会有 buffer， 所以东西呢其实是会先搬到 buffer 里面，这些 device 的这个 controller 的 buffer， 然后呢再写到 memory 的那当然你就可以想见，毕竟这只是一个 controller 所以它的 buffer 的空间通常就还蛮有限的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个 controller 设计往往也就影响了一个 device I/O 的速度，它的极限在哪边它看到的这个 input output 每秒钟可以多少个 bytes， 其实当然也跟这些 buffer 还有 controller 搬资料的演算法设计是很有息息相关的我这边重点是你会发现，其实 controller 呢也是被动的，因为当然一整个电脑最后的 master 谁就是 CPU 上面执行 instruction， 所以其实是 CPU 下指令，然后叫 controller 去搬的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因为 buffer 是有限的，所以你的资料并不可能像 streaming 一样不断的流进来或流出去因为这个 buffer 满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写资料进去了，对不对？尤其速度，我们知道这边的速度是远快于 I/O device 那边的速度，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把资料写出去，我必须要等到 buffer 有位置或者清空了，对，我才能够再去搬下一批的资料到 buffer， 然后再写出去所以这个 I/O 这么简单一个 I/O 过程，其实也需要 CPU 去给它做控制跟下指令的好，那所以我们就说，在那样子一个基本的架构下早期的时候，大家最直觉想到的一个控制的方式就是所谓的 busy waiting 也就是由 CPU 完全的来 control， 所以就会像这边的例子一样，这边是在 output 一个 string， 对不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就是有一个 end of character 所以到那边为止我们就不 output 了那 output 的方式呢，就是它一个一个 pointer 的 character 的 byte 嘛，对不对？就 poke 这边指的就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它就是假设这个 API 它就会去将你这个 character 写到那个 device controller 上面，然后写到它的 buffer 搬出去这样子。但重点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满所以呢你就需要另外一个control 的这个指令，像 peek 去看说，这个 status 是什么所以你要想像这边例子 status 就是它要么就是 busy， 就是说里面它还没有位置让你写东西，或者是它就是现在是可以写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当然一定要等到它可以写嘛。所以如果万一它是 busy 的话，它就要这边一直不断的卡在这里一直检查，直到它说OK 了，这个时候你才会对不对去写下一个 character所以这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但是这样子的写法呢，你就会看见很明显的看到，我们一直在说I/O 很慢 ，CPU 很快，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 while 这边我们搬一个 byte 可能就要花好几个 millisecond， 那这个中间的时间 CPU 其实是不能做事的，或者说它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 peak， 所以就只是在很忙碌的在烧它的 CPU 的 cycle， 可是事实上呢，对使用者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那不是使用者需要的，对不对？纯粹是浪费我们的 CPU 而已
所以这个例子就很清楚的看到，如果是这样写，那就算我的程式里面有做 I/O 的动作，甚至于做很多，花很多时间，可是我的 CPU 呢还在 busy， 对不对？它还是也在使用，所以并没有办法让我们之前说的 CPU 跟 I/O 可以 overlap。也就是说，一支程式在做 I/O 的时候，它仍然会霸占住 CPU。那这样当然我们就算我们电脑里面放很多的程式在里面，我们说的 multi-programming 的概念，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注意，因为其实 CPU 还是被把持住的。好，可以哈。所以这当然，如果我们整个电脑的这个系统架构运作都是必须要靠这种方式 ，CPU 不断的去主动的去监控、去下指令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把 CPU 跟 I/O 给分割出来。我们的执行效率 ，CPU 使用率你看到100%啦，可是对使用者其实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呢，现在的电脑其实都是 driven by 所谓的 interrupt。也就是说，我们电脑真的现在的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反过来，它是一个 event driven 的架构。那这 event driven 的方式就是透过所谓的 interrupt，也就是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那所谓的 interrupt 是什么嘞？正如它的名字，它的这个 term 所代表的，当初它会取 interrupt 这个名词，也就是因为它代表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改变 CPU 的执行的 flow。什么叫执行的 flow 呢？也就是说 CPU 本来它是在做某一支程式的这个程式嘛，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interrupt 随时把它打断，然后叫它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就叫 interrupt 所以它可以改变这个 CPU 这个 control 的 flow。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实际的例子了，如何透过 interrupt 来做 I/O，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 CPU 可以去做其他的程式的事情。好，所以这个 interrup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假设有了 interrupt 之后呢，对于刚才说的 I/O，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的话，或者是我们预期可以看到的，就像这个图上面所讲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上面呢，如果是往上，这边是 CPU， 这边是 I/O。那 CPU 的话，高就代表它是在做它应该要做的事情，低就代表它去处理别的程式的事情。那 I/O 的话，注意它是反过来的上面是 idle 所以上面代表 I/O 其实是没有在做事的就没有东西要 transfer。那下面往下的时候才代表它是 busy 所以这时候它才开始在做资料的传输，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而且它花的时间可能会很长。那有了 interrupt 之后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本来的程式呢在执行的时候我们的 I/O 呢也可以同时的在执行，所以你看到这边是 busy， 这边在 data transfer。那可是呢，当我们的 transfer 结束的时候，有点像说我们说像 buffer 满了，对不对？因为 buffer 也是有点空间嘛，所以你可以让它花一段时间去把那个 buffer 给填满。可是填满之后，当它要搬到 memory 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 CPU 的 involve 进来了，对不对？因为 memory 是由 CPU 在 control 的嘛，所以当他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需要 CPU 的协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个 interrupt， 然后呢，让原来这个 CPU 在执行的这个程式把它打断，直接切换到要负责处理 I/O 的那一个 routine， 那个 subroutine， 那个小程式，当然是 OS 里面的一个小的这个程式去处理搬资料这件事情。那搬完之后，它又可以回去，这个 interrupt 就结束了，然后去执行原来的那个程式，所以这就是 interrupt 的这个目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叫被动 event driven？ 就是这个 CPU 这边它可以就是做它自己的事情，没有关系，对不对？当有需要作业系统或者说这个 OS 要来 involve OS 要做事情的时候，它可以随时透过 interrupt 把它切换，从使用者的 program 切换到 OS 的 program。然后让 OS 去做现在这个电脑系统必须要比较急迫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呢，很重要的是它可以 return 回原来的状态，然后去执行原来的程式，可以 resume， 而不会把它整个所谓像 kill 掉，或者是让它就中断掉了。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看见我们在做 I/O 的过程中，才可以出现这边看见，I/O 就做 I/O，CPU 就做使用者。是现在需要做计算的程式然后
需要的时候，透过 interrupt 随时做一个切换，好，让我们的 CPU 跟 IO 可以同时的运作，好，可以哈，所以这就是 interrupt，有 interrupt 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那个流程哈。所以呢，通常在做 I/O， 如果是用 interrupt 的方式，而不是像刚刚写个 busy waiting 的方式，或一个 interrupt 的方式的话，你会看见的东西是，今天假设我们的这个使用者要 output 对一个档案很大，那当然 eventually 我们说过，它的 core OS， 然后就会走到 OS 的最底层，也就是 device driver， 就看你是什么 hard disk， 它的 driver 是什么，就会到那个 driver 的程式嘛。那因为你是透过 interrupt I/O， 所以呢，这个 driver 就知道我要透过 interrupt 的方式，那它就会 initiate 一个这个 I/O， 一个 interrupt 的 I/O 的动作，所以它帮你做 I/O， 而且它知道用 interrupt 的方式，那我们说过，其实电脑里面不是只有 CPU 嘛，还有 controller， 对不对？所以其实 controller 会去帮你做一些资料搬移的动作，所以呢，这个 CPU 呢就只需要下指令给 controller， 跟他讲，你来帮我开始做搬移动作的这个动作。而且因为是这个 interrupt， 所以意思是说，我给你下这指令之后呢，你就搬，比如说他会给他一个byte 的长度，比如说就搬100个 byte 或200个 byte。那搬的过程中你不用来找我，等你全部搬完了，你再来通知我就好了，所以 init 这个initiate 这个 I/O 之后，我们的 controller 就可以开始自己去做搬移的动作，那直到它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会 signal 一个 interrupt， 然后去通知我们的 CPU 说这个资料全部都搬好了，然后搬在了 memory 的某一个指定的位置，所以已经让 CPU 可以是直接去 access 了，然后你要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搬好为止，那所以这个 interrupt， 这个所以是 device 这边会 signal 一个 interrupt， 那 signal 一个 interrupt 之后，它就会打断 CPU， 所以 CPU 这边其实原来的程式约要做 I/O 嘛，比如说在 printf， 对不对？那 printf 之后，它其实会等在那，因为它必须要执行完 output， 对，或者 input， 它才能执行下一个 instruction。所以你原来这个程式它 issue 完 I/O 之后，其实它是停在那边了。停在那边之后 ，CPU 会做什么事呢？它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 program， 原来的比如说在做 I/O 是 program A， 那 A run 到了 I/O 的 printf， 它就会做一个switch，switch 到 program B， 因为 B 它还要再做计算嘛，对不对？那它就把 A 就丢在那，不要管，那它就去做 A 的事情，所以去做 B 的事情，那当这 interrupt 一进来的时候，我们的 CPU 看到 interrupt 就知道，A 的 I/O 做完咯，所以这时候它就会打断刚刚在执行的 B， 回到 A 那边，然后去跟他讲，你的 printf 做完了，所以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执行 A 的程式码还是 B 的程式码都可以，就看 CPU 的 scheduling 做决定了，但总之他会知道，其实现在 B 也 A 跟 B 都 ready 了，因为 A 的 I/O 已经做完了，好，所以就刚才说的，他接到这 interrupt 之后，其实他会先去把这个有一个 interrupt handler，去 make sure 刚刚的 I/O 的动作做完，比如说把 A 这个程式重新把它启动起来，或把它的 state 改成是它可以被执行的状态，这是所谓的 interrupt handler 在做的事情，所以他把 B 打断，然后去执行 A 的 interrupt handler， 然后让 A 的状态成为像是 I/O 刚做完的状态，那这样 A 跟 B 都可以执行了，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那就看要 A 做这个 B 该被打断了嘛，所以通常 OS 的设计就会让 B 继续做下去，或者是 A 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程式，所以它 I/O 做完，终于做完了，所以它 priority 高，有可能我们的 OS 就说好，那就 A 立刻接手开始执行，有问题吗？假设你滑是用 thread 也是用这个，没错，对，这个图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你刚才说滑鼠，所以这个 signal event 其实是直接从 controller 这边出来的，像这边还是从比如说我们程式这边去 initiate I/O， 那你刚才说的是有倒过来，就是前面有一点不一样啦，对不对？直接就是 hardware 直接 throw 一个 signal， 所以差别只在于这个不见了而已，对。
那它会直接就 interrupt， 对，然后处理完之后，那就看是谁是要接这个 mouse 的 interrupt 的那只 program， 它就会被叫起来，然后去做剩下的事情，哦，对，所以叫 mouse， 因为 mouse 有 driver 嘛，所以一样它就会叫 OS 的 mouse 的 handler 出来，然后做完之后，它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它的 display， 它就直接去 call display 的那边的程式。然后就可以开始去移动，把它画在你的荧幕上，它就可以开始做那个动作了。对，那当然你可以想，刚刚说的那些全部都在 OS 里面，就没有到任何 user program， 对，因为那是作业系统里面的那些程式之间，对，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这个的确这个 flow 会随着几个情况，我们大家也会看见，第一个它是 software 产生的 interrupt 还是 hardware 产生的 interrupt 第二个就是到底它是通常是 hardware 的意思就是它是被动的，对不对？所以它是直接打断现有的程式。那如果 software 的话，就代表它其实是自己把这个产生的 interrupt 之后，把自己给 suspend 掉，然后等着这个 interrupt 完成的时候，再把自己给叫起来。所以一个主动，一个是被动，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做完之后，那可能就再去继续执行你的下一个 I/O 的动作。不过重点是这就是产生用 interrupt 差别在于这边这个中间所以你可以看见原来的程式去 call 了 I/O 之后，它可以被 suspend， 然后让这个 CPU 空出来，让别的程式来执行，没有关系因为等到执行完的时候，它会被叫起来你也不需要一个 while loop。重点是你也不需要 while loop 一直在下指令，然后一直在那边看 register 的状态，那就会浪费掉你的 CPU 了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很好好，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作业系统现在全部都是 interrupt driven 或者你可以想就像 event driven， 对不对？所以它只有事情要处理的时候，我们才会 wake up 我们的 OS 去做事情，没事的话就什么指令最好都不要执行，就是 CPU 就 idle 在那，所以你才会看见你的 CPU utilization 变得很低嘛，因为没有人 trigger 任何 interrupt， 没有人要执行任何 instruction， 但是它可以 responsive 对，所以但是电脑你只要一动滑鼠，像刚才同学说，我一动滑鼠，怎么马上就开始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你 trigger 了一个 interrupt， 然后才开始做接下来的事情好。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也是同学问的很好，就是 interrupt 嘞，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可以 trigger interrupt， 对不对？尤其是你可以透过 software 跟 hardware， 这两个其实当然是差很多的。那 hardware 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像刚刚说的，任何的 device 这边产生出来，只要不是 program 使用者 program 里面的 instruction 产生出来 interrupt， 其实全部都是所谓的 hardware 的 interrupt。那 hardware 产生的 interrupt 呢，我们又给它一个名字，特殊的名字，就叫 signal。所以我们刚才说用 signal， 因为它就是一个讯号，对，就是打一个 signal 跟我们的作业系统讲，现在有事情要处理了，所以 hardware 的 interrupt 我们又给它一个特殊名字，叫做 signal。那所以大家这个应该把它这个特别记起来，这是很重要的。signal 指的就是 hardware 所产生的 interrupt， 它不可能是 software 产生的，所以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区别。那 software 这边呢，就我们刚才说的，基本上呢，一定就是 trigger by 使用者的 program。那尤其使用者的 program 里头呢，会产生 interrupt 的状况，最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其实是被动的，就是不算被动，应该说你不预期的，就像你的程式码里面有 error， 这个大家一天到晚发生，对不对 ？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 fail 掉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可能是除以0之类，产生一个 error， 对不对？那为什么 error 会变 interrupt？ 因为当有一个像 segmentation fault 或是这些 fault 产生出来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你原来的程式没有办法继续执行，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会变成整个 crash？ 为什么它还会好好的帮你 print out 一个 segmentation fault 的 message 出来？原因就是因为当它 detect 到这些 error 的时候，我们的 OS 是软体所以是程式，它会 throw 一个 interrupt。然后开始处理这个 error 的状况，它至少比如说把你的这个 program counter reset 到一个可以 print out message 的地方，对不对？就不会再继续执行下去了，就停在那，换到别的后面 recovery 的动作的程式码。
所以你可以想见是需要很多处理的，而且这个处理是 OS 帮你处理的，对不对？它没有让整个系统 crash 掉，对不对？像你 access 到别人 memory， 它会把你挡下来，然后 throw 你一个 error message， 所以这个是要 OS 处理，然后是软体 trigger 的，所以就会产生这些 error 的时候，就会透过其实也是透过 interrupt 啊，它发现处理0这个状态，一执行到这个指令不是有效的 failed， 它就直接丢一个 interrupt， 然后 OS 会有另外一个这个 interrupt 的 handler 去处理，然后让这个电脑继续的运作，好，所以这个是你迫使 OS 去丢的，好。另外一个状况呢，其实是最常见的，就是 system call 了啊，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讲的，大家的程式码要叫 OS 做事怎么办？你要 call OS 的 API， 也就是 system call， 好，那这个所有的 system call， 你 call 下去跟一般的 function call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定是透过 interrupt， 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你觉得我也是 print f， 就像你自己写一个 function a 就 call 嘛，所以好像只是 program counter 移到那而已。事实上完全不然啊！其实 system call 它的运作方式全部透过 interrupt， 也就是它是间接的哦，是你 call 了一个，比如说 write out to screen， 那这个时候它会丢一个 interrupt 出来 ，software interrupt， 然后呢会等在那里，等着 OS 去接了之后它去看这个是对到哪一个 subroutine 或者哪一个 routine 来去 handle， 然后把它去做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它才会通知你这个程式结束了，其实是间接的被处理的哦。那为什么要间接处理嘞？我们后面在说系统怎么被保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你必须要透过 interrupt， 所以它可以区分你的这个程式这个 function code 是 OS 的 function code 还是使用者的 function code。因为如果是使用者 function code， 你就不需要透过 interrupt， 或者 OS 的你一定要透过 interrupt。那透过 interrupt 的过程，它就可以做检查，这个是不是有效的 interrupt？ 因为这些哪些是有效的 interrupt， 它全部都有 define， 所以你不能绕过去的，好吧？所以 software 大家就记住，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不小心写了 error， 所以 OS detect 到帮你 throw 了一个 interrupt， 或者是使用者自己 call system call， 那所有的 system call 都必须透过 interrupt， 绝对没有例外，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的电脑系统，好，可以哈。好，所以当然啦 ，software 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trap 所以 hardware 叫 signal，software 叫 trap 当你只说 interrupt 的时候，就会不是那么的 clear， 你指的到底是谁？因为它处理的方式毕竟有一些不同。为什么叫做 trap 呢 ？trap 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程式执行的这个动作，本来它应该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因为 interrupt 的关系，所以它被trap 到 OS 里头了，所以它是 trap 到 OS， 因为所有的 system call interrupt， 所有的 interrupt software interrupt 都会由 OS 来做处理，所以你就 trap 到 OS 的里头，让 OS 来决定这个 function call 是或者这个问题这个 event 要怎么做处理，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 trap， 好，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的流程，那也会稍微看到 hardware 跟 software handle 的不同。那 hardware 的话，这边呢是 memory 我们说 resident 的 monitor 就是 memory 啦，这是它的别名这就是我们的 main memory 那这边呢是使用者的 memory， 使用者的 program， 这边就是 OS 所以一大堆的程式码等等那当我们说 hardware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一种被动，因为你的程式码都是软体嘛 ，instruction， 所以你不可能直接 hardware 会动作也是你 trigger 的那这边的 hardware 指的就像刚才同学说的，我移动了一下 mouse， 所以我本来在执行某个程式，突然间有个使用者透过外力碰了这些 device，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interrupt， 对，我们要去移动坐标那这个时候它就不管你原来的程式执行到哪一行，它都会打断，就是我们说的 interrupt而且它就会打断在你程式的中间，任何一行的 instruction 中间都有可能因为一个 hardware interrupt 然后被切换掉。那这个 interrupt 一产生之后，那去哪嘞 ？OS，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箭头到了上面，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 detect 到这个 hardware 的这个 signal 那怎么 detect？ 这就是 hardware 做了，就是你的 motherboard 这些 hardware 跟 software 无关了那这个 detect 到 interrupt 之后，
他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去看一个叫做 interrupt vector 的一个 array 啊，vector 所以它是一个 array 啦。那这个 vector 呢，其实就是一个 array of function pointer 啊，所以它们里面就只是 function pointer， 给大家知道哈。那原因是因为这个你当然每一个 function code 里面的 code 的大小不同嘛，所以你没办法 control， 所以它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个 vector 啊，把所有有 define 好的 signal 全部就是一人一个栏位，里面就是只是4个 byte 的 function pointer 啊。那你的这个 signal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signal 的 number 啊，所以他就看那个 number， 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由哪一个栏位里面的 function code 要去 handle 的啊。所以当你在这个装 driver 的时候，它是怎么做的？就是你插到某一个电脑的 port， 对不对？那个 port 它是已经 hardware 烧死的，它有一个 signal number， 那个 signal number 一定会指到某一个栏位。好，你装 driver 的时候，它就会 override 那个栏位 pointer 的位置，所以就会去执行你要去处理的那些程式码了。啊，所以其实是先透过这个 vector， 好。那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vector 只是一个 function pointer 啊，所以他知道拿到 function pointer 之后，他就可以被 redirect 到那个 function code 里面去做处理了啊，那这就可以 override 成任何东西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叫做 service routine 啊，因为这是一个服务嘛，你要 OS 帮你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 service， 那处理这个 service 的 function code 或者 routine， 我们就叫做 service routine。所以这里才是真的在处理这一个 I/O， 不是 I/O 哈，这个 signal 的动作的程式码，好，没有？好，那执行完啦，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必须 return 哦，所以不能够影响到原来这个程式的执行，好，所以执行完之后，这是 OS 做完了，这时候它就会知道当初 interrupt 的时候，其实它会记录被 interrupt 的那个 program。它是哪一个 program， 还有当初它的 program counter 的位置，所以它会其实知道下一个位置就从这一行开始，啊，所以当它执行完之后，它就会 restore 那些 information， 啊，然后让我们的作业系统再去呼叫这支程式，从正确的位置开始 resume 它当初在做的事情，啊，所以这就会 return 回到 user 的这边去做执行了。好，所以这是 hardware 的一个流程。好，那这边是 Victor， 你可以注意到它其实是固定的哈，因为是 hardware 嘛，所以其实你一个主机板一个买来，它就有固定的 signal 的，这个是有线的，它是跟 hardware 绑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些栏位通常都是烧死的。好，你只能替换掉里面这个到底有值是多少。好，可是它能够 handle 有 defined 的 signal 的 numbers 其实是固定的。好，没有。好，那我们再来看 software， 看得很像，可是刚才你去想主动，所以就会发现不太一样。所以你会看见这边来讲，如果是 software， 就代表它原来是在执行使用者的某个 program， 然后使用者主动需要 OS 的帮忙，叫他做事情，所以就像是 code 一个 system code， 或者这边写一个除以0，造成 OS 要来帮你做事情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主动的，不过主动被动都无所谓，它就是只是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边，这边是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这边是你主动抠的，但是跟刚才流程其实一样，就是你只要抠了这些 system code 之后，它就会记录下我刚刚的位置在哪边，然后一样 trap，所以我们说 trap 到这个 OS 里面去，这边你可以注意到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 case switch case， 而不是用一个 array，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software， 对不对？所以 software 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 define arbitrary number 的 system code， 对不对？我一个作业系统，我的 OS 有一些 define 了100个 system code， 有些 define 了1000个，你要 define 10000个也 OK 啊，因为是软体嘛，所以各有各的目的，跟硬体无关，没有限制。所以嘞，这些 system code 的数量其实是 unbounded， 所以你会发现在实作上角度来讲，它变成是一个 switch case， 它不可能烧死是一个 array， 然后去做一个限制啊，所以你其实可以去load 一些 kernel 的 module， 然后任意的去增加新的 system code， 就是透过这个 switch case， 好，所以但是基本上是一样，虽然它叫 switch case 不是 array 了，可是一样，你可以知道它就是
这个 system call 它会有它的 number， 它会根据这个 number 去比对，知道是在哪一个 function call， 然后开始去执行那一个 routine。好，那执行完一样就会 return 回来。好，那这边回来的当然就是 return 到刚刚 call 完 system call 的那个人身上。好，这个就是 software 的部分。所以流程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啦。只是说你是突然间被打断，这通常就是 hardware。那如果是主动的去 call 去 trigger 一个 interrupt， 那就是 software 了。那 handle 上呢，其实是2个不同的 routine 哦，所以 hardware 有 hardware 的interrupt vector， 对不对 ？software 有 software OS 自己写的 switch case， 所以根据它是 hardware 还是 software， 他们会跑到不同 OS 的 code 里面去做处理啊，但是流程其实是相同的啊，就是也是 interrupt 的过程嘛。好，所以虽然有 hardware software， 可是你如果广义来讲基本的架构就像这边看到的。你一定会有的东西嘞，就是会刚才看到的 interrupt 的 vector，那这个部分只是纯 function pointer 而已，然后嘞，你一定要有的是 interrupt 的 handler 或者是 routine，这个可以被 override， 对不对？那 hardware 的 software 的，然后嘞，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要记住被打断的那个人他的 address。即使你是主动打断你自己，那也叫做打断哦。所以因为它会从 user 的 program 跳到 OS 的某个 program 嘛，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记录当时执行的 address 在哪边 ，program counter 的位置，它才有办法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所以它必须要记录这个 address。好。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后面会讲的比较多啦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我的电脑系统如果有一个 interrupt 产生，我会跳到 interrupt 的 routine， 对不对？那如果我在 routine 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又被 interrupt 怎么办？有可能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不就会不断被打断吗？那打断会有什么问题呢？刚才看好像都很好，很有弹性，有一个问题，你被打断的话，那你的 register 那些 program 的 state 还有 memory 的状态，就是 supposedly 要回到原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打断你要回到原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很多东西记下来，你要花很多的我们所谓的 overhead 去保证它还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一直不断打断的话呢，其实会产生又没有把很多状态记好的话，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后面 synchronization 的时候就会介绍到了当你2个程式呢不断的在切换，一直被打断的时候呢，会有很严重的 synchronization 的问题。那你要解决那个问题，你就要浪费很多时间。那 OS 呢必须要很快，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你最理想的就是你感觉 OS 是不存在的，它就在执行我的程式而已，对不对？我移动 mouse 它就立刻反应。我不管这个 OS 到底是怎么处理的，但不要让它有很大的 delay 就好。所以呢，大部分的 OS 为了要保证它的 service routine 非常快，它通常都用 assembly code 写，而且呢，它要避免任何的 delay。所以呢，比较注重效能或者比较单纯的作业系统，像是我们说的 Linux 这些系统的话，其实当我 interrupt 产生，它会 disable 这个 interrupt 的 signal， 也就是它后面的 signal 它都是当作没看见，就你要么就再送一次就对了。它用这样的方式去确保电脑它的 OS 里面 handle 这些 interrupt 的速度可以够快，也就是它想要跳开 synchronization 的问题啦。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更仔细。不过你就会发现，我们后面都会提到，这个 interrupt 的这个是可以被 mask 掉的所以会有比较 high priority 的 interrupt 跟 low priority 的那 high priority 的在执行的时候 ，low priority 的 interrupt 全部会被 ignore。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动滑鼠怎么电脑没反应？有的时候是因为它卡在某个 interrupt 的 routine 里面，所以它 ignore 掉你的 signal。那所以你就没有被处理到，当然就没有动作了。好，所以这是这个interrupt 的一个特性所以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interrupt 的 vector 是什么 ，interrupt 的 routine 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要记录他 interrupt 的被 interrupt 的那个人
它目前在执行的 address 的位置。哦，那刚才有那个 software hardware 的流程的图嘛，哦，这个稍微要知道。好，好，有没有问题的？然后，那各位在 trace 各位的作业一啊，就会去 trace 了 Nagios 里面它的 hardware 的 interrupt 的部分的流程啊，或者是它 software 的部分，你就会看见我们刚才看见 exactly 会看见有个 switch case 等等，去处理这些事情。好 ，OK， 好，那 trap 跟 signal 大家也这个两个 term 一定要记住哦，这个是非常专有名词，一定要记住的。trap 就是 software 的 interrupt，signal 就是 hardware 的。